Hello，各位，今天心情很好，因为我试驾小兰博基尼。比亚迪的海鸥样子没有变，这次改款多了全神之眼 B 激光雷达。首先是外观颜色多了一个橙色跟天青色，哇，这个橙色这能量感满满的，配上这个外观，真的是小兰博基尼的既视感。然后16寸的这个铝合金的轮毂还是做了这种熏黑的样式，这种运动的气息、年轻运动感还是营造出来。外观大致就是这两个变化，然后里面升级的东西蛮多。首先就是这个米色了，它是新增的一个配色，然后这些细节其实都是软质包覆的，挺不错的。这个内饰还是蛮有质感的，在几万块钱的车里面，12.8英寸中控这个屏幕它这个是标配了。前排那个手机无线充电竟然是50瓦的，储物空间很不错哎，在那个无线充电板的下方那个储物条。就是今天我背过来的那个小挎包，就直接就放在那里了，所以很实用。一个 C 口，一个 A 口，还有一个220的这个点烟器的电源，所以前排储物空间很丰富。同时呢，对我这个身材的驾驶员友好了很多，升级了几个点。第一个是方向盘上下之余还有前后，这个时候我整个坐姿就很自然了，你看就不会像那么远，或者是这样子。端着方向盘开的那种感觉很好。然后呢，高配的坐垫除了是有4项电动调节之外，它这个坐垫的本身物料的长度跟厚度都是有增加的，所以你看我整个人坐在这，它大腿的支撑性是不错的，没有说坐在那个小板凳悬空的状态，很好。然后头枕这边它也不是那种一体式了，是这种3级可调的分体式的头枕。所以整个人机工程学在这台改款的海鸥上有了个很大的进步，这个真的是要点赞的。所以前排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在我这边可以看到，它是新增了一个眼镜盒。你看这种大太阳下，你的夹片也好，墨镜也好，直接就放在这了，它是很牢固的，就镶嵌在这，不是磁吸后装的。回顾一下哈，这台车在我的驾驶的坐姿前提下，后排空间怎么样呢？给你们看一下，前排是我1.8米2.5。有零有整后排还有腿部空间，然后头顶也是有空间，因为这台车是没有天幕天窗的，所以空间感这方面是给够的。3个人的话，肩膀可能略挤。它主要头枕也是给你2个，所以这台车城市4座出行是最合适的。毕竟这台车车长才3米几，对吧？所以你不能要求它纵向的长度有多夸张，但其实它挖的空间也不错。这是一个沉坑。这个正常的书包有1半以下都是可以在底下收纳住的，所以平时出行，对吧？1、2个人小2口，1人1个登机箱摆在这边，摆1、2个书包都是没问题的，各方面性价比都不错。最重要的就是贴身之眼 B 感受怎么样呢？有话不多说，上路开始体验一下辅助驾驶激光雷达的海鸥是怎样的体验。中村。右拐，进入番禺的中村。这个牌坊有个柱子，挑车道也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途经点，哇，你看这个有个鬼探头，它那脚刹车就很猛很及时，这个很好。要赶紧观察这种状况。哇，这个中村里面的这种横穿的骑行的多了之后呢，就很考验他能力的这种观察、感知。以及他的决策了。刚刚那一下不错，那个鬼探头那个赶紧刹一脚车，但是他刹一脚发现没问题了，他又赶紧通过，就是有安心舒适之余呢，他还是有保证效率，不是说刹在那你看我我看你的。这边因为环岛有行人呢，所以他非常的谨慎。这个弯度也不要个哈一下。村里面。大家包容一下，村里面是这样的，所以系统估计也给他干懵了。为什么环岛中间会有行人，还是2边这样交错通行？所以观察一下。然后这一边就是一些窄路了。好的，十字路口的左拐，有点算无保护的路口了这边有横穿的骑行的，先把它礼让了。礼让的整个车控都很好，都很慢慢看到那个车之后，慢慢的溜，那个车速是溜慢，不是那种一脚急刹车的状况。这边还提示我小心施工，应该是看到这些有很多的这种雪糕桶。对，没有状况，赶紧留足空间刹下来。
慢慢通过。刚刚这个路口拐弯，其实横穿的那种骑行都蛮多，它就是把速度压到一个合理的区间，然后慢慢蠕行，有点博弈的那种思维在里面。但是它还是首先礼让，让完没问题了，我们就直接起步走。整个过程其实车控是没有任何的顿挫啊、犹豫或者那种抽搐，都蛮好的。舒适性这一点真的是做得不错，不愧是天神之眼 B 啊。那在这种比较复杂的村路，这边明显通行空间不够了，就往右边借了一把方向，但车速控制是很稳的。哇，你看这边又有一个状况，又有一边它带一点点方向，但是那边因为已经有那个水泥柱子，那些铁柱子，所以它不会很大把的去抽过去。哇，但还是挺惊险的。这个十字路口也很多状况，赶紧慢慢的通过。难怪要在这边加一个途经点，这一段路已经看出它的一些系统在感知啊，尤其是在安全兜底方面的一些能力的上限跟下限。你看这个车速对方是不让我们的，我们赶紧就刹停了，很好啊。他其实是有效率优先的，他想赶紧通过，但博弈之后发现对方不让，而且人家是有路权的，所以我们就赶紧停在那，把人家先让过去。你看，大家出了主路之后，大家发现没有，效率马上就起来，就是他在纵向加速这一点，只要看得透、看得清楚路的话，他是很愿意提速到这个限速上限来保证效率的。好，红绿灯舒适刹停，不错，总体印象分还是很高啊。那还有这么小的车，再装上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之后，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痛点呢，就是说，终于在城市里面可以无缝的用上领航辅助驾驶了。它真的是无缝，穿村路也可以，穿小路也可以。当然这个会要花点钱，这个见仁见智了。当然它这次标配或者是改变的东西还很多，比如说尾标这些地方，它弄在这个设计里面，是吧？看起来尾部是更加有设计感、更干练了。然后前面呢，从之前的单雨刮变成了双雨刮，里面呢还是变成了自动空调。所以这次除了不只是加个激光雷达这么简单而已，内部的一些升级，包括我说座椅的那些部分，都是还是蛮多的。这台车比亚迪的海鸥，它的竞争力摆在这边，价格也摆在这边，小兰博基尼。所以比亚迪现在把跟这么多好用的东西、好用的配置都下放到海鸥身上，接下来期待什么呢？我觉得要期待比亚迪下次把海鸥装冰箱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呢？